今日我哋要拆解嘅主角就係呢間公司偉易達集團，股票代號00303。咁講起偉易達，市場上嘅共識敘事或者話第一層次思維係點樣睇佢嘅呢？好簡單，4個字：價值陷阱。第一，佢哋嘅核心業務電子學習玩具 ELP 同埋家用無線電話 TEL，喺好多人眼中根本就係夕陽行業。家長開始追求啲開放式冇咁多電子嘢嘅玩具。屋企電話，後生仔女可能都未用過，結構性衰退，好似寫喺牆上面咁。第二，你睇佢2025年盤數，股東應佔溢利跌咗5.9%，咪就係證據咯，證明佢自己已經冇內生增長動力，要靠收購合併先可以維持到盤數。第三，最得人驚嘅係佢收購咗德國公司 Gigaset 之後，總營運開支佔收入個比例由20.41%嘢跳到23.0%。哇！呢個信號好明顯，就係未來嘅利潤會繼續受壓，賺錢越嚟越難。所以市場嘅結論就係偉易達一隻增長乏力，純粹用嚟收下98.5%超高派息比率嘅防禦股，唔好對佢有任何資本增值嘅幻想啦。呢個故仔聽落好似好合理，無懈可擊，啱唔啱？但係呢，當我哋深入去睇盤數嘅時候，發現咗一個好唔協調嘅地方，就係喺同一份大家覺得好差嘅業績報告入邊，偉易達嘅毛利率竟然由舊年嘅29.6%大幅提升到31.5%。大家停一停，諗一諗，毛利率係一盤生意最核心嘅賺錢能力指標。如果盤生意真係好似市場講到咁，一步步走向衰亡，點解佢最核心嘅印錢能力唔單止冇跌，反而仲要大幅增強咗接近2個百分點？呢個就係我哋成個變異認知嘅起點，係我哋嘅第二層次思維。市場係完全錯誤㗎，佢哋將一次性短期嘅整合成本同結構性長期嘅盈利能力改善撈亂嚟講。首先，個毛利率點解會升？報告話你知係因為3樣嘢：第一，原材料價格跌翻落嚟；第二，毛利更高嘅電信產品賣多咗；第三，新收購嘅 Gigaset 業務本身毛利就唔錯。呢啲都係結構性嘅改善，唔係曇花一現。跟住我哋要講下成個故仔最精彩嘅地方，收購 Gigaset。市場話呢個係衰退業務嘅合併，係防守。我哋話錯，呢個係一次精心策劃嘅進攻。點解？因為 Gigaset 唔單止係賣家用電話，佢最值錢嘅係佢手上張入場券，一張可以進入穩定增長嘅企業級 WAP 通訊市場嘅入場券。簡單嚟講，即係偉易達透過今次收購攞到咗服務醫院、工廠呢啲高價值商業客戶嘅技術，佢哋嘅系統可以同微軟嘅 Teams 無縫對接。你睇下佢2025年歐洲電信產品收入飆升咗173.8%，你就知呢個唔係簡單嘅1+1，而係一次戰略性嘅蛻變。最後講到中美關稅戰下嘅供應鏈重組，市場睇到嘅係風險，係兩難，但係我哋嘅研究發現呢個可能係化危為機。管理層計劃喺2026年前將所有輸美產品嘅生產搬離中國，去邊度？馬來西亞同墨西哥。我哋對比過，馬來西亞嘅時薪只係$1.16，墨西哥係$4.5，全部都平過中國嘅$6.5到$7.1，仲未計墨西哥平25%嘅電費同更方便嘅物流。呢個被迫嘅搬遷，長遠嚟講反而可能幫偉易達建立一條更深嘅成本護城河。所以而家嘅偉易達已經暗地裏反映咗一個極度悲觀嘅預期。悲觀到咩程度呢？就係假設佢嘅自由現金流由今日開始要每年負增長3.9%，一路跌落去，直到永遠。你會唔會覺得個市場係咪有啲反應過度得滯？市場睇到嘅價值陷阱敘事充滿住對舊業務衰退同短期成本嘅恐懼。另一邊係我哋透過數據分析見到嘅非對稱機會，一個毛利率結構性擴張、成功轉型進攻企業市場同埋供應鏈成本可能長期優化嘅新故事。你信邊個故仔，將會決定你對呢隻股票嘅判斷。當然，我哋嘅分析唔會停留喺呢度。到底我哋點樣將以上所有因素 ELP 業務嘅溫和復甦、TEL 業務嘅轉型增長、CMS 業務跟隨行業復甦，仲有供應鏈轉移帶嚟嘅資本開支增加，全部量化，變成一個實實在在嘅合理價值。喺我哋 Patreon 會員專屬嘅深度報告同財務模型入邊，我哋就做咗一個極度詳細嘅3情景估值分析。我哋會一步步拆解我哋基本、樂觀同埋悲觀情景下嘅每一個核心假設，例如唔同業務未來5年嘅收入複合增長率、毛利率同營運開支嘅走勢預測。最終我哋點樣透過概率加權計出我哋認為偉易達嘅合理價值。我哋甚至做埋壓力測試，模擬喺一個極端差嘅情況下，例如收入倒退兼毛利率受壓，股價嘅底線會喺邊度？
呢個有限下跌、無限上升嘅非對稱風險回報，先係成個投資論點最吸引嘅地方。如果你想得到呢份完整嘅分析，包括可以自己調整參數嘅 Excel 模型，歡迎你點擊下面嘅連結，訂閱我哋嘅 Patreon，支持我哋繼續為你做最深入、最與別不同嘅研究。多謝收聽今集嘅跨市博弈，我係立言，我哋下一集再見。